咁樣一條喺地下有一條直長嘅，係啦，有。呢次又同你哋一齊逃離鬧市啦，去放咗一下心靈。我哋就去灣曲山，全程需時4個半鐘度，距離9公里嘅。起步點呢就係水浪窩。點樣嚟到水浪窩呢？其實平日喺西貢啊、馬鞍山啊，同埋沙田市中心都有巴士嚟嘅。假日呢，仲有一部來往大學同西貢嘅99R添。我哋就喺企嶺下路圍附近嘅水浪窩站落車。落車之後行幾步呢，就會見到呢個位置啦。點解要嚟呢度呢？因為呢度除咗係一個燒烤場啊、船務員集徑之外呢，仲有一個觀星台。呢座6米高嘅觀星台，外形前會令人想起係天空之城嘅，但其實佢係仿製1276年元朝喺登封縣建成嘅觀星台。當年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呢，為咗恢復農牧業嘅生產，需要更準確嘅曆法以增加生產力，因此委任咗郭守敬同黃遵而建造嘅，用嚟觀察太陽、月亮同行星，以測量時間。郭守敬等人呢，就通過觀星台準確咁測量到一年為365日5小時49分12秒，比現行使用嘅西曆呢早咗300年，得出相同嘅數值。觀星台由主體建築同地上嘅量天尺組成嘅，好似為一個巨大嘅龜表。設計上量天尺呢就朝向正北嘅方向，並喺頂層2間閣樓之間嘅空隙水平咁放一條橫梁。呢個設計令只有正午嘅陽光能夠穿過閣樓嘅空隙，並將橫梁嘅影子投射到量天尺上面嘅。由於地球自轉核心係傾斜嘅，因此呢太陽軌跡一年之中亦都有變化。夏天太陽嘅軌跡係偏北，因此喺夏至日嘅正午呢，投射到量天尺嘅表影就會係最短；而到咗冬至日偏南嘅太陽軌跡呢，就會令表影成為一年之中最長嘅一日啦。古人呢就通過觀察正午表影嘅長短嚟劃分不同嘅節氣，並以表影最長同埋最短相隔幾多日嚟計算一年為幾多日嘅。咁佢哋又點得出一個月有幾耐呢？方法就差唔多嘅，今次就 Fly Us to the Moon 啦！大家都知道每逢農曆15，我哋都見到滿月嘅。大黑掹掹嘅點用個龜表去觀察啊？郭守敬呢就諗到用窺機去觀察光線微弱嘅月亮，佢嘅外形呢就好似一張長方形嘅台咁，台中間呢有條2尺長嘅長縫，長縫兩端有2把尺叫做窺弦嘅尺。觀察月亮嗰陣呢，我哋將窺機放喺龜表上邊，觀察人員呢就喺窺機下邊呢用肉眼將月亮同橫梁連成一線，之後就將窺弦上面嘅2把尺放喺月亮嘅頂端同下端，2把尺嘅中心點呢就係月亮嘅坐標啦。通過每日嘅觀察，就會得到月亮喺龜表上面嘅坐標啦。表影兩端相隔嘅天數呢，就等於一個月有幾多日啦。同樣嘅方法呢，都應用到觀察唔同嘅星體，真係星空裏萬物在變，歷億萬年，默默地幫助我哋作出奉獻。呢座巨大嘅觀星台，完全合乎咗晝參日影，夜觀極星，以正朝夕，並將星星、月亮、太陽都連接到我哋嘅生活之中。行完觀星台之後呢，我哋就行返出西沙路，向西貢嘅方向行1-2分鐘到啦，就會去到麥理浩徑第4段嘅入口啦。我哋今日大半嘅路程呢，都會經過麥理浩徑第4段嘅，亦都係麥理浩徑10段之中呢最難行嘅一段。呢個係因為我哋會經過500幾米高嘅灣曲山，但係因為景色靚呢，所以都值得行嘅。當年呢條麥理浩徑呢係由好中意遠足嘅香港第25任港督麥理浩大力推動設立嘅，而且亦都曾經被國家地理頻道呢評為全球20條最佳嘅行山路徑之一，同世界好多個風景馳名，例如呢有瑞士、冰島、不丹同澳洲等。所以我哋對今日呢條路線都有啲期待㗎。我哋今日就沿住第4段嘅起點水浪窩出發，穿過黃竹洋村，行經馬鞍山山脊，經過灣曲山，仲有大金鐘，之後就會到昂坪高地啦。去到呢度，我哋就會選擇向西貢落山。如果想行完第4段呢，仲可以穿過黃牛山，再西行去到飛鵝山道嘅基維爾營為終點。
去到呢個分叉口，向右手邊行呢，就會去到黃竹洋山火瞭望台，可以上去望一望嘅。睇完呢，就記得返返嚟呢邊啦。我哋向左手邊繼續行嘅，行多10分鐘度就會去到另一個分叉口啦。我哋都係向左手邊行嘅，而右手邊就係去一條已經有350年歷史嘅黃竹洋村。時至今日已經冇人居住噶啦。而喺80年代，村民曾經將房屋呢租借俾電影公司拍攝周潤發、鐘楚紅主演嘅電影《伴我闖天涯》。講到呢度，我都即刻揾翻套戲嘅主題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聽下。你問我哋有多深，緬懷下昔日嘅香港。而麥理浩徑呢邊呢係一片竹林，我哋發現呢片竹林都幾靚嘅，有種去咗臥虎藏龍之中嘅竹林之戰嘅場景咁樣。幻想一下自己係李慕白，劍灑玉嬌龍。好啦，醒下啦。趁住呢度兩邊都有竹林遮下陰，飲啖水休息下啦。行過咗林蔭嘅竹林之後呢，我哋就會見到雄偉嘅馬鞍山啦。馬鞍山係有2個主峰嘅，我哋眼前呢個係較高嘅嗰個，俗稱馬頭頂或者馬鞍頭，高702米嘅，全港山峰之中係第6高。副峰為牛押山或者馬鞍尾，670米高嘅。兩峰之間呢，有一條好長嘅弧形曲線，形態呢就好似個馬鞍咁，所以就稱為馬鞍山啦。而我哋今日嘅起點呢，就喺馬鞍山嘅東面附近啦。呢度山坡陡直，所以稱為企嶺。而喺馬鞍山東山腳下邊嘅村落呢，亦都被稱為企嶺下老圍同新圍，同埋海灣呢，亦被稱為企嶺下海、三沉灣或者 Three Valley Cove 嘅。當中中文名嘅沉呢，係一種測量水深嘅單位，同埋係英文 fathom 嘅譯音。而英文名中嘅 fathom 有伸展開雙臂嘅意思，即係指沉呢係等於伸開兩臂之間嘅距離，或者等於6英尺或者1.8288米嘅。即係話企嶺下海嘅英文名呢，係想話俾船家同大家知道呢，呢個海灣嘅水深呢，大約只係得3層深嘅啫，即係18尺或者5.5米度，唔係太適合食水深嘅船嘅。而今日呢條路線，除咗可以欣賞雄偉嘅馬鞍山之外呢，較高位置仲可以遠眺到吐露港同埋企嶺下海。不過500幾米高，果然係唔容易應付啊！當中有唔少路呢，都係眼前啊呢啲沙石路啊，所以記得呢，要帶埋支行山杖嚟行。係喎，咁犀利嘅？嗰度啊！我見到喎。唔通呢個就真係？過去可能行馬鞍山過嚟，吊手岩。我見到喎，有人喺度影緊相喎。行咗大約2個鐘就上到嚟呢度啦。右手邊就係頭先呢，有人喺上邊呢影緊相嘅馬鞍山，而我哋繼續向左行嘅，好快就到咗彎曲山嘅山腰啦。眼前就係佢彎彎曲曲嘅山景。呢條彎彎曲曲嘅山徑呢，就好似一條長蛇攤咗喺山頂上面，加埋後邊大金鐘同西貢嘅美景，呢個畫面真係非常之壯觀。沿住山徑行，仲會發現呢度非常之當風嘅。我拎住部電話喺度影嘅時候呢，都怕俾風吹甩啦。所以呢，適逢風速同風向好嘅日子呢，都會見到滑翔傘喺呢度玩嘅。喺西貢上漂浮都幾特別嘅，不過就記得着翻件褸啊，同埋行快幾步，我怕呢連人都俾佢吹甩啊！行到中段嘅時候呢，我哋回頭一望，睇得好清楚呢條蛇形嘅山徑。不過之後上網爬文嘅時候，發現呢喺剛才分叉位上山呢，會影得仲靚嘅。眼前嘅大金鐘高536米，呢邊睇呢，真係好似一座完整嘅金字塔。有氣候力嘅可以上一上山，喺呢邊欣賞下昂坪高原，或者喺腳下嘅分叉位轉右，沿着麥理浩徑第4段行嘅。行咗大約25分鐘呢，就到呢度啦。我哋向前繼續行呢，
就會去到昂坪高原；向右行嘅話呢，就會去到馬鞍山村啦。睇一睇馬鞍山廣場，或者坐返 N84出返馬鞍山市中心都得嘅。我哋啱啱都睇到有唔少人呢都帶住寵物上嚟嘅，睇嚟呢一段路都算輕鬆。終於上到嚟昂坪高原啦！我哋呢度呢，就係大金鐘嘅另外一邊，我哋用咗大約45分鐘度呢行到呢度啦。我估點都會比行上大金鐘山頂呢快嘅，因為上落大金鐘呢都係沙石路為主，有充足嘅準備會比較好噶啦。而昂坪高原呢，係香港少數喺高山嘅草原之一，位於海拔400米高嘅草原嘅北面呢係大湖金鐘，南邊呢就有觀景台。而東邊呢，就會見到西貢市中心、西貢海、滘西洲同萬宜水庫。而正因為呢個方向向住東方呢，所以天氣晴朗嘅時候呢，係一個觀賞日出嘅絕佳地方。所以有好多人呢，都會嚟呢度露一露營啊，以便第二朝呢一早起身嚟欣賞日出嘅美景。綠草如茵嘅草原，再加上西貢市中心嘅點綴，呢個日出構圖 perfect。不過要留意一下呢度呢，都幾空曠同埋當風嘅。嚟呢度露營嘅話呢，記住帶齊御寒嘅衣物、食物同食水，再揾一個入一啲嘅地方呢，紮一紮營比較穩陣。好啦，行到草原嘅另外一邊啦，我哋就沿住馬鞍山郊遊徑呢落去西貢嘅大水井村，需時大約1個鐘度落山嘅。話晒昂坪草原都係400幾米高啊，而且高峰嘅美景多美好。共你慢慢地踏進跟頭，之後就去西貢市中心，大約都應該5點啦。啱啱我去食飯，醫下肚仔。好啦，拜拜。